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人生之路收视杀疯了，看到网友对李沁的辣评，我忍不住笑出声。连续4天斩获全国收视率冠军，9天收视破1，甚至一度破2，人生之路直接杀疯了。这部剧改编自路遥的小说《人生》，曾给众多读者的人生留下深远的影响，甚至成为改革开放40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之一。作为央视2023年第一部宣传力度极大的年代戏，大有去年《人世间》的味道。尽管阵容与《人世间》有些差距，可无论是人气还是实力都不容小觑。陈晓加李沁两个演技在线的顶流加盟，还有一众家喻户晓的老戏骨同台飙戏，自带热度登场。就算部分改编内容引起书粉吐槽，可大家还是盛情难却，各方面数据一飞冲天。不过人生之路出圈的方式还真是有点独特，人家年代题材都透着沉重和现实，这部剧却喜感十足。尤其是在看到网友对李沁的辣评后，我忍住笑出了声。李沁村花形象火上热搜，网友潦草的泰迪卷毛。当人生之路播得风生水起之时，以前的村花 vs 现在的村花突降热搜。点开词条，是将李沁饰演的刘巧珍与以往年代剧中的村花形象做了对比，同样的题材造型却有不小的区别。对于剧中李沁的造型，网友本来就有话要说，天降热搜更是直接引起了全网讨论。不少人表示刘巧珍的发型如同潦草的泰迪，凌乱的小卷毛实在是太扎眼了。确实如此，不过侧面也能看出李沁这回是真拼了。同样是90后小花，能像李沁这样完全没有形象包袱的可没几个。尤其是对年龄比较在意的女演员，她都已经33岁了，竟然还能扮村姑，勇气可嘉。刘巧珍与其他剧中的女主截然不同，她敢爱敢恨，毫不扭捏，从骨子里就透出一股虎劲。成绩优异、眉清目秀的高加林看，对于只读过2年小学的刘巧珍来说，完全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他无条件完全崇拜高加林，光是看向对方，眼神都在发光。就如作者所说，刘巧珍是金子般的女人，落落大方，天真善良，而且勤劳能干。最可贵的是能够勇敢追爱，完全不顾封建思想的束缚。其实青年演员不顾形象塑造角色并不是坏事，可人生之路的造型师有点用力过猛了。先不说农村青年该不该黑，该多黑，想要让人物皮肤黝黑这无可厚非，但明显人生之路的化妆师有点敷衍。你光让人家来个美黑，却全然不顾农民风吹日晒、干活劳作无暇护肤的粗糙。陈晓本人就不太在乎外表，几乎人尽皆知，他甚至能完全素颜展现在镜头之中，所以他的状态和人设还是比较符合的，连颈纹都一清二楚。女演员难免会做护理，当黄黑色号粉底液一上脸，就连少的可怜的瑕疵都被遮住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涂高光了，苹果肌和鼻头在太阳下泛着亮光，好家伙，这皮肤真是细腻。如果只是这种程度，大家其实还可以接受。也不知道是不是拍戏间隔时间比较长，这色号是越来越黑。你说这个造型土，连头发丝都是精致的，你说这造型精致，从内到外散发着土气。我看不是给人改变地区了，这是给人改变国籍了吧，移民非洲了。2个埋汰还贴贴，本来氛围感十足，妥妥的磕 CP 场景，硬是看出戏了。或许也是有所顾忌，2个人没蹭太过分，要不然都的串色，尤其是李沁那口大白牙真是要闪瞎眼睛了。其实前一天刘巧珍的造型还不是这样的，因为高加林夸画报中的明星好看，
他一气之下去烫头，刚烫完还真挺洋气的，卷并没有那么小，头发也比较蓬松，发量一下子增多了。也不知道晚上干啥去了，一早起来直接变成泰迪卷了。人家都是烫完了没卷，你这烫完越来越卷，这手艺放到现在都是极为炸裂的，实在是想不出比泰迪更贴切的形容词了。再加上李沁在表演时用力稍微过猛，念台词嘴也比较用力，大白牙与肤色的差别就更加明显。本来让人类目的戏份都能感到喜剧色彩，其实引起热议的主要原因是李沁的五官比较精致，说是扮丑，其实只在肤色上做了手脚，并没有真正所谓的扮丑，就是没有农村长大的状态，对比以前的村花，差距就非常明显了。表演痕迹比较重，为了塑造人物特点表现的就比较刻意，感受不到发自内心的憨和傻气，只能感觉到外表带来的土。不少网友也在评论区中指出，李沁实在是过于消瘦了。土生土长的乡村人，从小到大都要干农活，没有壮实的身体是不可能的。李沁的身形比较瘦，就没有朴实天真，为了干农活文化水平不高的状态，反而更像村里长大的女学生。2. 无差别攻击，这届网友太有才了，评论区都已经收不住，更别提弹幕了。一部狗血现实的年代剧，硬是被网友看成了喜剧，一会笑刘巧珍的短发，一会又骂那对狗男女，无差别攻击给我看的都想加入其中。人家男主正在那老老实实洗漱刷牙，刷完牙涮杯子还没洗脸，网友就开始了，不敢洗脸，一洗掉色。你别说，你还真别说，高加林高考落榜，无奈只能找别的营生。这回他推着一车食物来县里卖馍，可读书人总是抹不开面子，在一片叫卖声中，他自己推着车躲在了犄角旮旯。有人直言你声带落家了，还有人玩了个角色扮演，馍，俺和你一样清高嘞。高加林和巧珍在一起后，马栓表白被拒，他无奈找到高加林吐露心声，情绪越说越激动，网友坐不住了。有人关心演员妆容，加林，你上疤怎么黑黢黢的呀？还有人帮高加林发声，我刚亲过，我有什么你们这帮老六就抢什么，工作都没了，媳妇也不安全了。这剧没你们我可不看，看男女主腻乎，弹幕炸锅了。人家俩看画册，网友也有话要说。有网友直言，别想了，还是亲嘴吧。有人帮画册里的明星说话，刘晓庆，你暴露我年龄了。还有人说刘巧珍撅嘴，嘴都能挖的了，看啥都能整出笑点来。不仅众多网友说李沁在剧中的卷发像泰迪，弹幕更直接，这刘海好像拿炮崩了一样，多损啊！到了刘巧珍、高加林、马栓还有巧珍父亲共聚一堂的名场面，刘巧珍就是不想嫁给马栓，父亲非逼着她说自己喜欢的人。网友开口了，那你娶吧叔，你喜欢你嫁的了。更有一位勇敢的朋友挺身而出，跟我整得这么麻烦，你真解决了一个世纪难题，谢谢你啊这位网友。高加林站起来表示自己跟刘巧珍在一起，马栓的表情让网友不禁开始配音。别的不说，光是一个亚麻呆住真给我整破防了。高加林和黄亚萍在县里买衣服，两个人磨磨唧唧问来问去，有人忙着安抚观众让人冷静，有人冷言以对，咋了，他还能丢了？还有清醒众人大喊，高加林你可别啊，人家是能听着咋的？更有甚者入戏太深，上升到了演员张嘉倪，买超你瞅着点，可不够你们忙活的了。跟着黄亚萍逛商场挨骂，给女友买礼物也挨骂。当他买了一条红色丝巾时，网友又开始吐槽了。弹幕1，这也拿得出手。弹幕2，这男的真抠搜。弹幕3，就一块破布。
当绿茶女黄亚萍和高加林讨论明天有什么安排时，气急的观众有话说了：“我有安排，我明天想给你一闷棍。”这是真急眼了。回老家，高加林顺手就把包袱给了刘巧珍。谭木一片抱怨声，纷纷问道：“自己没手吗？”看到高加林功成名就，高明楼心里五味杂陈，大晚上一个人坐着叹气。贴心的网友来了，不能白叫明楼啦，三面间谍。不是，这年代剧咋还能串到伪装者里了？高加林已经开始嫌弃刘巧珍，当听到刘巧珍个位算术有困难，2次打断抢过话头，这谁能乐意啊？网友 A 显得你算术快，网友 B 看把嘉林能的，网友 C 猪都被他们的爱情吓到了，笑不活了。你们真是我的嘴替。香香被抛弃回了老家，一个女娃独自带着孩子，以后的生活该有多艰苦。本来还挺同情，一句话给人干没声了。好事啊，去父留子。一对狗男女聚到了一起，明明一个有女友，一个知道对方有女友，却又故意搞暧昧。屏幕前的网友拳头都攥紧了。这边说黄亚萍是潘金莲，那边又呼叫老莫狂飙和蒋广善他是谁？这剧可真是没白看。所有人都在同情刘巧珍，丝毫不娇柔做作，勤劳能干。一个人不仅顾着自己家，还把高加林家的活全给干了。网友直言，比驴还能干的女人。不是哥们，你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眼看着黄亚萍和高加林要成，观众不能再忍了。有人说俩人婚后不幸福，因为都太能装，还有人直接骂贱种。当高加林回答黄亚萍自己哪都想去，如果可以的话联合国都想去。谭木，是的，先去联合国吧。平静的语气却透着非常想让高加林滚蛋的冲动。决定放弃刘巧珍，选择黄亚萍，高加林内心十分煎熬，一路跑到老地方，对着墙拳打脚踢。网友瞬间开始心疼起墙来，墙，我好冤啊，我找你惹你了？墙都气得开口说话了。刘巧珍与高加林一刀两断后，马栓闻讯赶来，他也不吱声，拿着锄头就跟在刘巧珍后面锄的。网友开始高举真的双 Q 组合，并帮马栓配音。谭木一，巧珍，没事，还有我这个备胎呢。谭木二，只要锄头挥得好，没有墙角挖不倒。马栓，真的双 Q 了哦。当然，机智的网友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色，就连憨憨张克南都破了次元，剧照被截出来和动画片人物相像。你别说，这发型，这表情，眼神里散发着清澈的愚蠢，还有微微撅起的小嘴，还真有8分相像呢。这边给配角找动画原型，那边还给人生之路的男女主做脑部 CT。 高加林的脑子里元素还挺多，最大的是离开农村，最小的是爱情，确实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巧珍就更贴切了，整个脑子里都是嘉林哥。怪不得网友全程都说刘巧珍会挖野菜，真是恋爱脑专家。还的是这届网友永远能在一部平平无奇的电视剧里找到新奇的点来苦中作乐。当下高加林终于被举报失去了工作，与黄亚萍的感情火速结束，同时刘巧珍也确定与马栓结婚。这下高加林该何去何从呢？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的剧情吧。